一切都係從一個陽光正好嘅星期六早晨開始。Kristen， 一個想逃避返工嘅人，本來應該出去玩嘅佢，留咗喺屋企嘅梳化上面辦公，已經連續第唔知幾個星期六係咁樣啦。佢終於忍唔住喊咗。徵詢過朋友同男朋友嘅意見，喺未揾到下一份工之前，佢決定辭職。反正嗰時呢個 YouTube channel 開始賺到錢，終於捱到 last day。channel 喺跟住落嚟嗰半年都冇廣告合作啦。但係辭職就係最有效嘅情緒穩定劑，所以唔緊要啊。佢想寫小說就寫啦，寫完拎嚟參加比賽。嗰1-2個月，佢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寫。寫完自認為嘅大作之後，決心要用筆揾食。睇到之前已經申請過無數次，但係都冇回音嘅線上雜誌，請 freelance 撰稿人。今次鑽研好題目，做好提案，撳 submit 嘅嗰一瞬間，佢覺得今次會掂啊，又真係俾佢掂咗。不過香港地借憑寫字揾食都係天真咗啲，雖然有全職工嘅面子，但係內心其實唔係幾想做。機會難得，不如試下自由工作。但係喺真正可以憑創作支撐生活之前，先解決咗入不敷支嘅問題。揾咗2份喺外面嘅 part time，間唔中接啲小型嘅業配，期間仲因為小說比賽落選而忍唔住喺地鐵喊咗。佢正式投入喺在學時期夢寐以求嘅炒散生涯，真係一個好奇怪嘅人。2023年第一個季度迎嚟第一個瓶頸，其中一份 part time 嘅鋪頭要關門大㗎啦。寫稿嗰邊嘅編輯都話 Kristen 啊，我哋最近淨係想出關於嘅主題，其他嘅暫時唔使啦。題材需求收窄咗，稿量都少咗。佢諗到與其被動等 job 上門，都係主動出擊啦。佢竟然膽粗粗想畫畫嚟賣，挑戰咗12個月份嘅插畫，順便為咗慳租金搬咗個屋企。後嚟推出嘅插畫月曆，估唔到又俾佢過到關。震驚嘅佢嚟到2024年，諗住承接月曆畫嘅氣勢，再度推出新產品。不過太過自負嘅人，始終係會慘遭滑鐵盧。但係佢冇放棄，重整心情之後，喺3月挑戰人生第一個市集，1個月之內嘔出咗4款新產品，推出咗個人網站。之後幾個月都參加咗一啲市集，同時得到新機會。2024年8月，channel 已經半年冇拍完片就有錢收嘅合作。插畫創作因為手腕勞損發炎暫停咗一排，自由撰稿經歷將近2個月嘅停滯之後，最近終於比較好返啲。喺外面嘅 part time 仍然繼續，呢條路嚟到咗思考重整期。喺思考下一階段究竟要點做之前啦，我就想坐喺度好好咁樣回顧一下呢2年嘅時間啦，就總結一下自己學到嘅嘢同大家分享嘅。因為最近呢一段時間呢，可以話係我呢2年嘅自由工作之路上面最困難嘅一段時間。我係瓶頸緊嘅，好老實講。其實攞辭咗呢2年呢，我嘅得着、獲得嘅嘢、學到嘅嘢係比我過去8年有 full time 出去返工嘅經歷可能加埋更加豐富啊，會令人急速成長嘅2年。首先第一樣我學到嘅最大嘅嘢就係攞辭之後生活要有打算，但係唔可以 plan 得太多。嗰陣時攞辭咗之後呢，其實都有諗嘅。第一就係會繼續 YouTube 啦發展，第二呢就係會想用寫嘢嚟試下維生。跟住第3樣呢，就係我會揾 part time 嘅。可能咁樣嘅思維好奇怪呢，就係呢，我由細到大呢，即係唔係都唔係由細到大嘅，即係呢，可能大學嘅時候呢，就已經好想去 cafe 嗰度打工嘅時候，但係一路都冇打到，唔知點解。跟住嗰陣時攞辭咗啦，就會想試下去 cafe 嗰度做 part time，所以就揾咗嗰份 part time 啦，同埋另外一份 part time 嘅。咁就係呢3個方向啦。因為攞辭呢，可能一開始會好爽啦，即刻可以瞓到黃朝白晏，咩都唔使做，唔使返工，唔使俾老細鬧，唔使同同事相處。但係咧攞辭得耐咗，我諗如果有呢個經歷嘅人，可能都試過嘅，就係最怕就係無所事事啊！你都唔知話我哋係天生社畜啊，奴性重定係點啦？即係我哋咧，如果一得閒落嚟，無所事事冇嘢做嘅人就會慌㗎啦〜
我覺得如果係有攞辭嘅打算嘅話呢，都係要諗一諗，可能呢一段時間會想做啲乜嘢，要有嗰個發掘自己興趣啦，或者係將自己興趣，好似我咁想將自己興趣發展成事業嘅一個打算咁樣咯。但係呢，有打算還有打算，就千祈唔好 plan 得太多喎。一嚟啦，會俾咗 limit 自己，令到自己我一定係就淨係呢個範圍A 道路入邊嘅去做嘅啫。其他 option B 或者 B 道路嗰啲呢，我就唔掂嘅啦，永遠都。但係呢，我做咗呢2年嘅自由工作呢，發現當中呢好多最大或者最意想不到嘅機會呢，都係嚟自於嗰啲我冇計劃過、完全冇諗過嘅方向嘅。最明顯嘅呢，就係我做插畫呢樣嘢啦，我係完全冇諗過，即係2年前我遞信嗰陣時，我知道自己中意畫畫嘅。咁嗰時有同朋友都報咗畫畫班啦，即係重新學翻水彩咁樣。但係嗰陣時係完全冇諗過要將佢變成可能其中一個收入來源。一路咧去到舊年年頭，我都完全都仲係未諗過啦。但係咧就去到可能接近年中嘅時候啦，咁其他 freelance 工作有少少阻滯啦，咁我就開始思考其他嘅出路嘅時候咧，先喺度諗緊其實我都算擅長畫畫，雖然未去到好大師級畫得好靚嗰種，但係我都聽到啲聲音話啊，你畫得好靚啊，不如你出下啲 product 啦，我會買嘅咁樣。開始聽到啲聲音，我就思考，會唔會我都可以試下將畫畫呢個技能轉化成其中一份收入呢？當我年中6月嘅時候開始畫第一份插畫產品，就係我2024年嘅月曆啦嘅時候呢，我都唔知道會唔會 work 嘅，因為我係邊個啫？我又唔係啲咩好出名嘅插畫師，畫嘅畫可能又唔係好多人好中意嗰啲好精細啊、好 cute 啊，或者係嗰啲類型，我都係試下嘅啫喎，咁樣即係一路畫就畫咗12個月份嘅畫啦，就嗰陣時一路都有 struggle 嘅，就係有陣時畫得唔好，想重新再畫過，掉咗個原稿，重新再畫過嘅時候就會覺得，點解我要攞苦嚟辛呢？12個月真係好難搞啊咁樣。咁但係就一路都係啦，即係一路咁樣埋怨就一路畫完咗咁樣，跟住去到10月就推出咗啦。然之後個反應係空前嘅，預想唔到原來係有咁多人會中意我嘅畫嘅，所以呢個完全唔係喺我呢2年嘅計劃入邊嘅喎，我只係跟隨住可能有少少直覺啦，跟住有少少外界嘅聲音啦，咁樣去諗出嚟去決定做嘅啫。同埋真係會覺得，如果你 plan 得太多，有陣時有啲咩意料之外嘅事發生呢，嗰個計劃受影響或者中斷咗嘅時候，個人就會好容易會亂啊，所以就覺得係要有打算，知道自己大概要做啲乜嘢去維生，但係都唔好話 plan 太多 set 咗個 limit，因為機會咧總係會喺你預測唔到嘅時候咧嚟敲門嘅。跟住另外一樣咧學到嘅嘢就係覺得人脈嘅重要性啊。以前嘅我咧覺得係好拒絕呢樣嘢嘅，拒絕社交嘅。2年嘅自由工作之路啦，尤其是可能係今年啊，我更加體驗到咧識人好過識字嘅，真係有啲位。今年上半年其實好多機會我都係透過新識嘅朋友揾到翻嚟嘅，一啲 talk 啦、一啲 sharing 啦，或者係接嘅插畫商稿啦。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做 freelance， 人脈係比喺傳統嘅職場上面係更加緊要嘅一樣嘢嚟嘅。雖然話就話做自由工作係可以好獨立咁樣行事啦，開展一啲 project， 但係咧就係之前咧睇到有套劇，佢嘅台詞，其中一個台詞咧好深印象令我。你如果想要獨立，首先你要識得去依賴別人喎。看似2個好相反嘅詞語、相反嘅狀態，但係原來咧都係有關係嘅。好，咁樣今日差唔多先，我要出去啦，可能聽日咧先繼續講埋佢。今日咧我就想整理一下我啲文件類嘅嘢，
因為以前揾工嘅時候咧，會影印咗一沓嗰啲咩 cert 啊，即係學歷證明啊、工作證明啊，一堆呢啲 cert 啦。依家都已經冇返全職2年啦。如果我都係想繼續咁樣嘅生活方式嘅話咧，都唔會點樣返去揾全職嘅工嘅。咁所以就不如索性今日啦嚟處理一下呢啲副本啦。希望我之後唔會突然之間話就返去做全職啦。好，趁呢個時間繼續講下我呢2年嘅裸辭生涯學到啲乜嘢嘅。次想講嘅咧就係主動呢樣嘢啊，做 freelancer 或者做創作啦，我都覺得係需要主動嘅。的而且確出邊咧，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好勁嘅大佬咧，佢唔使點樣去揾啲 job 就會自動揾上門去揾佢做㗎啦。但係我哋呢啲小樹唔係啊嘛，即係小樹，尤其是啱啱起步嘅階段咧，就更加要主動去諗下自己有啲咩可以 offer 到俾人。譬如我一開始裸辭頭嗰幾個月啦，咁我就想揾一份寫稿嘅工啊嘛。咁我就揾咗呢個線上嘅雜誌。其實之前我已經係 apply 過好幾次，佢哋係一路有請緊呢個 freelance 嘅 writer 嘅。但我試過好幾次我都冇回音嘅，完全冇人理過我。跟住我喺度諗，之前失敗嘅原因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冇去主動話俾人聽，我能夠為佢嗰個 media offer 咗啲乜嘢咧？辭咗職嗰次再諗住再申請 apply 一次，我就自己思考一下，究竟我真係擅長寫啲乜嘢，我可以俾到啲咩人哋，主動去思考咗成個一個主題嘅方案、專欄嘅方案出嚟先，跟住 propose 俾佢咁樣。結果咧嗰次就成功咗，得咗啦。對於一個 freelancer 嚟講咧，主動 out load 咧並唔係一件乜嘢唔見得光嘅事啊。跟住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儲錢嘅重要性啊。呢度講緊嘅儲錢咧就包括啦，呢個一開始應付裸辭咗之後可能幾個月冇收入嘅嗰一筆嘅流動資金啦。跟住你就咁擺喺銀行 cash flow 啦，即係可以隨時攞得出嚟應急嘅 cash flow 啦。亦都有一啲係之前做 full time 嘅時候，可能係供緊㗎啦，已經即係就嚟供完或者係已經供完嘅一啲儲蓄簿啦、儲蓄基金，亦都係包括呢個咧 MPF。好多人咧都唔會點樣理 MPF 㗎嘛，咁樣就會蝕錢㗎啦。MPF 都係你嘅一部分儲蓄嚟嘅，for 你退休㗎嘛。裸辭去做 freelance 做創作，即係意味住我已經係失去咗一個好穩定嘅收入。喺收入唔穩定嘅階段啦，或者總有啲低谷嘅幾個月嘅時期嘅時候，呢啲儲蓄就好緊要，隨時救你一命。同埋咧，每當我喺度焦慮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最近我話係我嘅瓶頸期嘛，有一個瓶頸期，算係一個低谷期啦。咁就同男朋友咧又坐埋一齊咧喺度傾大家嘅財政狀況，一路 review 嘅時候咧，咁我先即係可能佢又幫我睇翻我手頭上有嘅一啲資產，望到啲數字係又安心翻啲咯。即係就算我而家係處於一個瓶頸、一個低谷，但我睇住嗰啲數字，我唔需要太過為未來太擔心住，我只要盡力努力去做好我而家要繼續做緊嘅嘢，同埋係即係思考好我接下來嘅一步點樣行咧，就已經可以啦。因為儲蓄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尤其是對於真係想試下辭職去實踐自己想要嘅生活嘅人嚟講啦，我之所以可以由裸辭跟住行到依家今時今日都未死得，仲生存到咧，即係好大部分就係因為有存款啦，跟住有身邊人嘅支持啦，有自己嘅行動去加持啦，同埋咧，我係將即係我上一條片都有講過，我而家係將我自己嘅生活成本壓到好低，盡量延長我而家呢一個嘅生活模式。咁講到呢個壓低生活成本咧，就有嘢要宣佈啦，重大嘅事件。就係我終於都成立咗我嘅 Patreon 啊！我都計劃咗好耐，諗咗好耐，終於都諗到我 Patreon 要做啲乜啦。咁有啲觀眾可能唔係好熟 Patreon 啦，佢其實係一個會員制嘅平台嚟嘅，俾唔同嘅內容創作者啦，佢開設一啲會員嘅制度，
然之後咧喺入邊去做一啲付費嘅內容俾佢嘅 support 佢嘅人去睇嘅。雖然係一個付費會員平台啦，但係咧都會有得免費加入嘅。所以我而家呢個福利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免費加入我嘅 Patreon。免費加入咗我嘅 Patreon 之後咧，就可以即刻得到一份咧低成本理想生活指南啦。呢本簡單嘅指南入邊咧，就提供咗一啲咧我呢2年以嚟啦，降低生活成本，但係同時咧保持生活品質嘅一啲嘅思維方法，係免費㗎。總之你入咗去以下呢條 link 咧，我嘅 Patreon 嗰度咧，免費加入咗做會員咧，就可以 download 㗎啦。如果你真係好中意我分享嘅內容啦，或者你想支持我繼續做更加多嘅嘗試、更加多嘅創作嘅話咧，我 Patreon 咧就分咗3個叫做付費嘅等級啦。第一種咧就係你可以用一份報紙左右嘅價錢，或者係一程短途嘅地鐵嘅價錢嚟支持我嘅 channel、支持我嘅創作。呢個 level 咧就可以閱讀我會寫關於裸辭啦、一啲管錢啦、生活啦、女性啦，所有，即係好多我諗得到嘅文章主題嘅文章，亦都會有關於我嘅生活圖文嘅 post 啦。如果你再想 support 多我少少，就可以用多1個月一杯咖啡嘅價錢咧嚟聽我就住一啲心情啊、啲生活大小事啊，或者係我啲思想掙扎啊，同自己過得去或者同自己過唔去嘅啲思想過程嘅 podcast 嘅。亦都每個月會有一個主題式嘅書單分享啦。咁我啱啱 upload 咗一條咧，就係講呢個關於即係裸辭啊、自由工作啊嘅一個書單嘅分享片嘅形式。如果你係呢個 level 嘅會員嘅話咧，你仲可以提議一啲主題俾我啦。然之後咧，可能同大家一齊投票。如果多個 option 嘅話，可以同大家一齊投票咧，去揀選下一個月嘅主題書單嘅。咁如果你去到真係好中意我啦，同埋我嘅內容嘅話咧，就可以用1個月一餐飯或者係買一本書嘅價錢 join 咧 level 3嘅。呢個 level 咧就包括咗前面嘅所有嘅好處啦，同埋咧你仲可以揀你下一個月想睇嘅片嘅主題，揀完之後咧又係投票咁樣。我仲會喺入邊咧做你想知道嘅 Q&A。咁嗱，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創作嘅話咧，就可以去 Patreon 嗰度睇下。咁但係如果咧你唔課金都當然係唔緊要嘅。記住免費加入會員咧，就會有嗰個低成本理想生活指南可以免費 download 啦。就算咧你對呢個冇興趣都唔緊要，你咧而家喺度睇緊我呢一條片，或者喺下邊留言咧，就已經係一個最大嘅支持、最大嘅鼓勵嚟㗎啦。頭先喺房嗰度錄咧，諗住光啲啊嘛，點知咧勁熱到出晒汗，講到我，所以出翻嚟聽我講。繼續講下呢2年學到啲乜啦，就係做人要有底線啊！我覺得有一樣嘢，即係咧做得 freelance，我諗大家都係要接稿去維持生活㗎啦。可能如果你係 YouTuber，你就要接廣告啊、合作咁樣啦。話就話揾得越多越好啦，可以即係生活會可能輕鬆啲。但係咧有一啲真係會令你感覺唔舒服嘅一啲合作或者啲 case 咧，就真係唔好接啦。我都有掙扎過嘅，之前遇到一啲合作嘅提案啦，咁嗰個錢係好豐厚嘅，但係嗰啲合作嘅內容會令你覺得你接咗會對你嘅形象係唔係太好之餘咧，好似會有少少感覺會跣咗你嘅觀眾咁樣咯。我覺得呢個係作為創作者嘅一個責任，就係你要守好嗰條底線，即係唔好真係乜嘢狗屎垃圾都接，可能咧最終唔單止會害咗你觀眾，仲害咗你自己添。最後一樣咧就係身體健康啊！我覺得身體健康尤其重要，對於呢個裸辭咗做 freelance， 即係自己做自己嘢嘅人嚟講，因為咧返緊工嘅時候你病咗啦，sick leave 咁，都可能會有同事幫你定一定嗰日要做嘅嘢。但係咧一旦你係辭咗職，你做 freelance 做自己嘢嘅咧，你病咗係冇人會幫你去做
你本身應該要做嘅嘢。譬如咧咁啱2個月前啦，大概咁我就感冒啦，病咗幾日1個禮拜咁樣。咁喺最辛苦，即係手軟腳軟最辛苦嘅嗰一日咧，我係有一個 PowerPoint 要趕嘅。結果食完藥啦，又唔瞓得喎，就攤喺個 sofa 嗰度咧，軟賴賴地咧，即係咁樣哇，咁樣伸隻手咧個 keyboard 嗰度，即係一隻手啦 keyboard 嗰度打字咁樣咯，因為淨係可以一隻手用力，已經好勉強噶啦。花咗都一段時間咧，就終於整完咗個 PowerPoint 咁樣。身體健康真係非常之重要啦，尤其是對於我呢啲 deadline fighter 嚟講，就係咁樣啦。諗到呢2年大概學到嘅嘢，其實應該係仲會有好多，即係好多嘢要處理自己，急速成長嘅階段嚟嘅。就暫時可能講住咁多先啦，如果唔係呢條片就完唔到噶啦。講咗咁多嘢，我唔係想鼓勵大家去裸辭，講啲咩辭職做斜槓就係最好嘅呢啲說話。畢竟我哋嘅人生都冇單一定義嘅好或者唔好，只可以由自己定義。我可以堅持到今日，全賴喺低谷嘅時候有男朋友無條件支持，好朋友嘅鼓勵，觀眾朋友們嚟睇，俾 like 訂閱同埋留言，仲有我自己嘅決心。無論大家選擇一條點樣嘅路，遇到啲咩挑戰，我都諗起一句說話，想送俾大家，係我細個好中意嘅一部動畫入面主角嘅口頭禪：船到橋頭自然直。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哋嚟睇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